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深夜，火车在台湾的山区蜿蜒前行，窗外的景色逐渐模糊，浓雾像是笼罩了一切，白茫茫的一片，仿佛与外界的世界隔绝开来。车厢内的灯光昏黄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和泥土的味道，偶尔会有一两声低沉的车轮与铁轨碰撞声回响在车厢里。这是我和父母在台北的一个小假期之后，准备乘坐回家火车的最后一程。我们一家人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，原本是应该感到平静的旅程，却渐渐开始显得不同寻常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我的父母一直没有说话，他们的脸色凝重，眼神中隐约透出不安。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紧张，但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我们是从台北出发，准备回到南部的小镇。途中，山路较为崎岖，火车速度也不快，车内的每个细节都被我放大。突然，我从车窗外瞥见了一个身影，那身影在浓雾中隐隐可见，身形高大，四肢修长，仿佛是一个人类的轮廓，但又有些不寻常。那道身影似乎正在看向我们，尽管距离远，但那眼神深邃而冷冽。我本以为是自己产生了幻觉，但当我转头看到父亲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时，我知道自己并没有看错。父亲猛地抓住窗帘，将其拉了下来，眼中写满了恐惧。他来了，父亲低声说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。我妈皱了皱眉，似乎没有听懂。谁来了？是他。父亲低声重复，语气极其紧张。他一定看到了我们。父亲的手紧紧抓住窗帘，显然已经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恐惧。这几十年来，他从未出现过。我以为他已经死了，但没想到，他真的是回来找我们了。我妈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。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这些年，他一直没有出现在我们周围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我没有看错。父亲的眼神依然死死盯着窗外，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坚定，似乎是为了让自己也相信他看到的并非幻觉。我妈不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拉开窗帘的一角，偷偷向外看了一眼。那一瞬间，我看见她的脸色骤然变得更加苍白，嘴唇微微发抖，似乎有些犹豫，但最终她缓缓放下了窗帘。你看错了。她的声音低低的，仿佛是在对自己说，山里没什么。父亲的神情依旧紧张，他低声道，如果真的没什么，那他怎么会出现在我们身边？我妈无言以对，只是默默低下了头。车厢内突然变得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的目光似乎都集中在我们这一家身上。尽管外面是冰冷的夜，但车厢内却像是笼罩着一股无法言喻的寒气，令每个人都感到不安。然而，那个东西依然站在那里，似乎从不远处的山脚下一直望着我们。他似乎并不打算离开，反而在不断接近。我们得换个车厢。父亲终于站起身来，声音依旧颤抖，快点，别让他发现我们。我妈迟疑了一下，随即站起身来。我们三人匆匆走向其他车厢。当我们进入另一节车厢时，车厢内的景象并没有让我感到安慰。人们依旧在低声交谈，但更多的是低头玩手机，或是闭目养神。可是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息和那股压抑的沉默，仿佛每个人都在期待着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。我父母紧紧抓住我的手，似乎在寻找某种安慰。我的父亲不断看向窗外，眼中充满了警惕与不安，仿佛那道黑影就在外面，随时会冲进车厢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一声尖叫传来，打破了车厢内的寂静。所有人瞬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纷纷转头看向声音的来源。原来是一个年轻人，他的眼神死死盯着手中的手机，眼中充满了恐惧和不敢相信。他猛地抬起头，凄厉地大喊，妈，爸。我父母的脸色变得更加凝重。那个年轻人手中的手机屏幕映出一幅血腥的画面，画面中两个尸体躺在家中的院子里，头部不见了，身子像是被某种猛兽撕扯过，肢体扭曲，血肉模糊。画面中的尸体显然是他的父母，那惨不忍睹的模样令人心生寒意。这是什么？周围的人纷纷议论，有人低声猜测，该不会是熊语吧？山里常有这种怪物。然而，
我的父母脸色愈发苍白，仿佛是看到了某种极为恐怖的东西。父亲紧张地抓住我妈的手，我们走，不要停在这里。我妈的脸色更加苍白，她的眼神深深地凝视着我爸。你确定吗？那是他吗？他似乎回忆起了某些事情，眼神变得混乱。父亲沉默片刻，语气沉重，是他，真的是他。车厢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，大家的目光开始转向那个年轻人，他依旧没有从手机中移开目光，眼中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恐惧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一个细节，那个年轻人正在看着一张照片，而照片的角落里竟然隐约显现出一个模糊的身影。那是什么？有人低声道，语气带着几分惊恐。他是不是在照片里看到了他爸妈死去的样子？有人疑惑地问。照片里的那个身影非常模糊，但那道身影的轮廓显然不像人类，身形高大，四肢长得不成比例，那是一种异于常人的形象，仿佛来自黑暗中的怪物。我父母的神情变得越来越紧张，显然他们也意识到了某些东西的不对劲。我忍不住问，妈，这是不是那个东西做的？我爸猛地转身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安。别乱说，小孩子不懂。就在我听到父母低声对话时，我再次看向窗外，那道身影突然出现在山脚下，仿佛正朝我们靠近。我本能地想躲开视线，但此时我的眼神已经不由自主地紧紧锁定了窗外的那道黑影。那个身影已经离得很近，四肢修长，浑身覆盖着厚厚的毛发，仿佛一只巨大的猿猴。他的眼睛像两个巨大的黄灯笼，死死盯着火车。我感到一股冷意涌上心头，浑身发抖。他来了，父亲低声道，他的声音低沉且无比凝重。我们走，快走！车厢内的乘客已经开始变得慌乱，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尖叫声，车厢内的秩序开始彻底崩溃。我父母紧紧拉着我，开始迅速向另一节车厢走去。就在这时，车顶上传来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像是什么东西正在重重地行走。我母亲紧紧地抱着我，眼中充满了恐惧。他追来了。火车顿时停了下来，周围的黑暗和雾气似乎更加浓重了。我父母的脸色愈发苍白，但他们没有再犹豫，快速拉着我走出车厢。我们得离开这里，父亲低声说，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安全。然而我们不明白的是，这一切到底是一个开始，还是一场无法逃脱的噩梦？随着父亲紧紧拉着我的手，我们一家三口匆匆走出车厢。火车的停运让周围一片安静，偶尔传来阵阵风声和远处山中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。浓雾弥漫在四周，视线被彻底模糊，仿佛我们每迈出一步，就更深陷进了这片未知的黑暗之中。在我们穿过车厢和人群的空隙时，我不断回头看向那昏暗的车厢，心中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压抑感，我隐约听到后方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低语声，似乎有更多的乘客开始被那未知的恐惧所感染，纷纷四处逃散。我们没有时间停下，父亲依然拉着我们不停向前走，他的脸色苍白的几乎没有血色，额头上满是汗珠，眼神中充满了深深的恐慌。我们越走越远，最后走出了车站的范围，进入了旁边的一条小路。四周的雾气越来越浓，夜色也在这一刻变得更加深沉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黑暗吞噬了。我们的快点，父亲低声说，几乎是在自言自语，他一定会找到我们的，不能再停下。爸，怎么办？那东西真的会追上来吗？我不禁问道，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恐惧。父亲看了我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痛苦。这不是你该担心的，只要你不再回头，不再看那些事情，你就能活下来。话音刚落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嘶吼声，犹如猛兽发出的警告。我猛地回头，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。那道身影再次出现在远处的浓雾中，宛如一只庞大的怪物，正朝我们慢慢走来。他的身影越发高大，四肢像是被某种力量无限拉长，毛发如同黑色的阴影，在夜色中散发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冷光。快，别停下！父亲几乎是拖着我们跑了起来，声音中充满了急迫。我妈也紧紧跟着。
眼中尽是无法言说的恐惧和焦虑。我们拼命地向前跑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加速，前方的山路似乎越来越长，脚下的步伐却变得越来越沉重。浓雾几乎将我们完全包围，视线完全被阻挡，脚下的土地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，仿佛每一步都在吞噬我们的力量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觉到一股阴冷的气息靠近，背后传来沉重的步伐声，那种声音仿佛来自地狱深处，每一步都压得我的胸口发闷，无法呼吸。我不敢回头，只能拼命加快脚步，但那股令人窒息的气息却越来越近。突然，前方传来了一个声音，是东子的声音：“李哥，嫂子，快停下来！”他的声音从雾中传来，带着一丝焦急。我停下脚步，猛地转头，看向那个声音的来源。雾中，东子缓缓走出，他的身影依然模糊不清，宛如被雾气吞噬的人影。他的脸色苍白，眼中带着深深的疲惫和痛苦，似乎他也在与某种东西对抗。东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妈低声问，眼中有些不敢置信。东子没有回答，只是死死盯着我们。快跟我来，我带你们离开这。他的语气中没有一丝犹豫，仿佛知道我们已经没有时间。我们没有多想，随即跟着他走了下去。每当我们回头看时，那个黑影依然存在，步伐越来越快，几乎可以感觉到他就在我们身后喘息。东子带着我们穿过那片越来越浓的雾气，脚步几乎没有停歇。渐渐的，我们走到了一个小村庄，村庄里透出昏黄的灯光，四周的气氛显得异常寂静。村庄的门口站着一个中年男子，表情看起来很警惕。你们怎么来了？那人显然没有预料到有人会在这么晚的时候到访。东子深深看了他一眼，声音低沉，我们需要帮助，火车已经停运，外面有东西在追我们。那人皱了皱眉，显然并不完全理解，但还是将我们引进了院子里。你们可以暂时在这里待一会儿，等天亮了，我带你们离开。他说。我们被带进了屋子里，四周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味，屋子里一片昏暗，只有一盏油灯微弱的闪烁着。我妈有些不安，四处打量着这间简陋的屋子。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？东子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他的脸色苍白，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。你们一直隐瞒我，那些怪物，他们一直在追着你们，而我……他突然停住了，脸色变得极其复杂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安。我妈的脸色变了。东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在说什么？东子深吸了一口气，突然笑了笑。你们一直以为我死了，其实我从未离开。那个怪物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突然，我的心中涌现出一种强烈的预感。东子的笑容异常诡异，仿佛充满了阴谋。我父亲猛地抓住我的手，走。就在这时，屋外突然传来一声沉重的撞击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撞上了门。接着一阵脚步声传来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沉重，似乎来自四面八方。他来了。东子的声音突然变得极其尖锐。你们没有机会了。我们来不及反应，立刻向门外冲去。背后传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几乎要吞噬一切。村庄的夜空中，一道巨大的身影出现在浓雾中，四肢长得不成比例，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，这一步步向我们逼近。他的眼睛如同死灰般的光芒，冷冷地注视着我们，每一步踏下都震得地面微微颤抖。快走，他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东子喊道，带着我们继续逃向远方。然而无论我们怎样逃跑，那东西始终在我们身后追逐，我们就像是被困在了一个无法逃脱的噩梦中，脚步越来越沉重，心跳越来越急促。你们还能逃得掉吗？那声音又响起，这次它来自我们身后那个模糊的身影。